是释迦牟尼佛，地逆文殊智慧勇士，地逆传承堂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殊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党员们前行。正在讲这个发菩提心的学处当中。昨天前面讲的什么忘了，然而就这个地方，为什么专制我也忘了啊。我们根本不知道菩萨具有，对，昨天前面已经讲了，这个相续当中具有菩提心的人呢，是真正的菩萨。那么这样的菩萨呢，无论是住于何处，谁人对他结缘的话，那么就是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就功德是无量无边的。然而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样的菩萨呢，就是住在何处。经论当中也在这个说了，就是说有些屠夫啊，这个妓女啊等等当中，也有许许多多的三教方便度化众生的菩萨啊，就是以前那个印度大智者的这个传记啊，我以前也翻译过，就是觉囊派的达拉那他所造的就密宗七传。里面呢有很多的，表面上看呢就是好像特别下劣下贱的人，但实际上呢，与水结缘，就让这个种下解脱种子的这样的菩萨呢也不可计数，就是非常多。所以我们一般凡夫的眼光来看的话呢，看有些人是贪嗔痴也极其严重啊，行为也不如法，但实际上是只是这个菩萨的化现，就这样的现象呢也相当多的，所以很难了知其他的菩提伽罗的相续当中是否具有菩提心。我们一般人表面上看呢，这个具不具足菩提心呢，确实也是很难了知啊，就是很难以了知的。因此那个佛陀也是在曾经就是应该是这个三摩能速能切经还是什么，就是这些经典当中也说了，他说这个出乎我也通我者无人能量他人心。佛陀就是可以就是测度别人，就是然后像佛陀一样的一些大菩萨的话呢，他们也有让你就是这是好人的，这是坏人的，就是对别人的话呢，就是他们也可以这个了知，就是哪些好哪些不好，就是这些是他们应该这个清楚的。那除此以外的话，一般的凡夫人呢很难这个了知啊，就是施主毗婆沙论当中也说了，就是说若以外量来而生侵入性啊，就如果以外呢，就是衡量这个内而进侵入性，那么百生计三根中民众多恶趣多恶道，就是说这种人呢，就是如果用外相来观察这个内，然后就对别人呢，就是产生这个轻慢心啊，就进行诽谤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是最终的时候啊，就是将自己的这个三根也是毁坏的，还有呢，就是死完了以后也会堕入这个恶趣当中，就是非常这个可怕。所以我们要求很多经典当中的话呢，就是不要这个顺便评价别人啊，就也是这个施主毗婆沙论里面也讲了，就是说是佛曰于我当乃能量众生啊，就是可以这个衡量众生的意思。若复如是说，谁能出量人？若复如是说，谁能出量人？也就是说，就是这个佛陀和就是真正像佛陀那样的人呢，就是他可以这个衡量众生啊，就可以衡量众生了。而其他人呢，就是绝对不能，就没有这个能力。但其实佛陀都这样说的话呢，我们谁也有能力，就是真的出量别人真的这个测度别人，就是谁有这个能力，就相当困难的。因此我们自己首先就是作为明智者的话呢，尽量的就是不要说别人的这个过失。就确实这个是有些人呢，好像跟那个吃一顿饭的时候呢，就是说可能7、8个人的过失啊，这个也不懂啊，不行啊，那个也不懂哇，就是说就是全部凡是除了他自己以外的，就是全部都要就自己还是就我再如何这个修行啊，我的人格怎么，我又怎么有钱呢？我是什么什么，就是什么的，就是赞叹自己。而除了自己以外的话，不管是这个上师弟子或者是其他普通人，都经常这个轻毁。其实
轻毁其他众生的话呢，就是直接会间接一定会是有过失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这个修正不好的话，那就是看见就是眼前的全部都是这个非常这个不如法的啊，就是自己修行的特别好的话呢，眼前的就是所见的人也是非常好，就是经常是观这个清净心，所以因此我们呢，应当对自相续升起菩提心的人和本尊也好，上师也好，善友的话呢，就是做正护相。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就是总而言之，我们还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吧，就是如果一个人帮你，就是让你去入菩提，让你升起菩提心的话，那也无比的这个感恩他，还有通过修本尊，自相续当中升起菩提心，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任何一个上师啊，就像阿底峡尊者就是听到金主上师的名称一样的，所有的上师当中也是对你宣讲菩提心的上师的恩德是最大的，所有道友当中的话呢，就是让你进入这个大乘道的人的恩德呢，就是非常大的。那么，当你那个修本尊的时候，也是依靠本尊的加持，自相续当中无为的菩提心升起来的话，那他的这个恩德是真大的。就所以，不管他显现什么呢，他就是这个正佛。就我们这样，就其他我们实在没办法取舍的话呢，对自己相关的就是介绍大乘佛法的这些人呢，就是观着这个正佛像啊，就这是很多这个佛经里面也是有的，就是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想。对自相续而言，也是同样的，自己认为已经证悟了实相的意义，或者是获得了神通三摩定，面见了本尊等等。有些人呢，就是认为是证悟空性了，面见本尊了，或者说是自己可能好像是梦想啊，就是各方面的是得到了一些这个神通啊。刚才我这个桌面上都是好几个人，就是说是我可能就是证悟了，我可能就是有什么这个念想啊，就写了好多。无论这些人是真的假的，就是你们可以通过这段文字来判断自己。无论出现任何表面上的道相功德，如果以此是自己的大悲心、菩提心，这个无有退转，并且呢就是日益增长啊，就日益增长，那就可以断定，就这些道相呢，就是真的是功德啊，就你就觉得是已经真的证悟空性了，有身边呢，或者说就是见到了本尊呢，梦中这个见到这样那样的话呢，那么这几天就是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你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菩提心啊，就是这些的是有没有这个有所增长？如果有所增长的话呢，说明就是这些呢，就是应该是这个真的啊。就是门峰仁波切在定解宝藏论里面也是这个说过，就是说是这个就是真修和这个盲修之间的这个差别呢，就是很这个容易的，就是应该呢就是从功德自相续的心性等这个功德的这个增长来这个判断，就像是我们通过这个验呢，就是推测这个祸的存在一样然后如果自相续当中这个所有的功德呢，就是像汉刹国女一样的糟粕呢，就是全部留下来，净化的功德呢全部漏掉的话呢，说明是你这个所见到的本尊也好，这些都是这个假的，尤其是你对这个这个因果也不相信，前世后世也是不承认，那个时候哪怕是你见到多少的这个本尊呢，实际上是不真实的，就这是很好的一种判断方法。我们有些人经常问我做了昨天梦什么，我今天见到什么，有些是这个完全是一种吹牛，就是可以这么说啊，就是就一种这个说妄语，就是没有见到就是说见到，就是有些是真的这个可能就是似是而非的，有些境界呢就是现前，但是这些现前是真的是假的呢，不用问其他的上师，自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对这个相信因果，对这个上师的这个信心，或者说是对众生的大悲心，就是有没有日所这个增长，就是如果有的话呢，应该就是断定为是这个真的如果就是倘若一直这个是自己的慈悲心还有这个菩提心日渐退衰就日渐减退，那么这些表面的道相呢，就是无疑是全部是魔障或者是邪道就是如果你这个自从那些这个现象的话呢，那么就是自相续的慈悲菩提心全部都是慢慢退烧的话呢，那即使你见到的就是每天都是本尊的话呢，就是这是魔众的一种现象，魔众的话呢，就是有时候
也是确实是就是显现为这样的，就是佛说这个什么发菩提心破诸魔境啊，就是有这么一个这个大乘经典，里面就是说了，就是所以魔曰修行者常是求其变，就经常就是求他的这种这个想准备就是害他，与其助难事，就是破坏助善法啊，就是与其助难事，破坏助善法啊，就是说这个魔众的话呢，就是经常就是对这个修行人呢，就是准备就是制造这个危缘啊，就是他就这个趁机这个危害他，就趁机危害他，而且经常呢就是像就是对这个修行，尤其是修行比较好的呢，就是造这个危难，就造对他就是刁难他啊，就想办法呢就是破坏他的这个善根。大悲经当中也讲了，就是说这个魔王呢，就是魔王波旬的话呢，就经常是对两种人呢，就是起这个争夺啊，就是两种人这个起争夺。那两种人呢，就是一种人呢，就是专心致志的讲法者，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专心致志的听法者。尤其是我们听说这个深深的教法的时候，那就是魔王波旬特别的不高兴特别不高兴。因此呢，就是他就一直想办法啊，就其他找不到的话呢，可能魔王波旬就是经常就是入于这些这个听法者的心呢，就是让他打瞌睡啊，产生分别妄念呢，产生对这个说法者这个产生那个什么这个邪见呐，等等等等，就是还有呢，就是甚至这个说法者和听法者之间呢，就是制造违缘，就是互相这个破裂这个关系。我们那个学般若摄诵的时候也是就是介绍了不少的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啊道友与道友之间就是发生就是种种这个冲突，然后这个法师与这个弟子之间呢，就是也是制造就是种种矛盾，这就是魔王波旬就是受这个变化的。所以说呢，魔王波旬一般的是经常呢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来就是毁坏就是别人的这个善根，就是所以说呢就是很有可能就是他就显现本尊啊，显现让你呢就是安住于这个三摩定，或者是见到了这个什么什么的这种这个真相，就是以此让你生这个傲慢心，慢慢就是退失你的这种善心。所以如果你看见就是从哪个境界出现以后的话，你自被菩提心慢慢退失的话呢，那就你就不用问别人了，就是肯定这种镜像是不合理的，就是应该是这个照摸的，就是应该是从这方面来判断。判断，那么这是我们这个监测，就是是不是这个照摸的这个现象。那么魔王波旬有没有更高级的，就是现在那个监测开车的这个人的那个机器一样的，就是有没有更高级的方式来就是调查呢？到目前为止没有说，就是所以说是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监测啊。特别是如果自相续当中升起了无为菩提心、无为的这个正我就是无为的这种思想的正我，那就一定会是对上师三宝具足虔诚的信心和清净心。与这个六道众生的话呢，就是具有不共的背信与这个慈信与背信等等，就是真的我们相续当中就是很多人就不难就是这个发现你真无空性没有。如果你真的这个空性呢越来越这个境界越来越高的话呢，那么对这个上师三宝的信心越来越强烈，对六道众生就尤其是看见可怜众生的话呢，根本忍不住，就是真无空性的人呢，他根本不会就是对看见就是特别可怜的众生就是置之不理啊，就根本不会这样的就这是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大悲与空性的话呢，就其实是这个一为一体的，只要有空性的境界的话呢，大悲心自然而然这个升起来的通过大悲心呢，就是真悟这个空性也是就是可以这个产生的就像是这个乌登德波瓦尊者仁波切呢，就是问那个当时这个密拉热巴尊者，他说我什么时候就是才能摄入这个眷属就这个怀智仁波切也是前面就是用了起码有1-2次吧。然后尊者呢，就是回答说是你一旦这个显见了自信的本体就是自信的本体呢，就是非同现在这般，就是你当时就是大波瓦先生就是好像还没有证悟，就是他说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是你当时这个会认识自己的本性，不像你现在就是一样，就是不会就这样的。而远离一切坏业，那时候的话呢，就是对这个老夫我也是升起了不共的像正负之相。
并且也会对这个众生升起无为的悲心。那个时候呢，就是你可以世俗眷属啊，就是这是后来的很多大德也是这个用这种来这个衡量自己。真的是到一定的时候呢，你对这个上师呢，就好像上师是真的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是唯一的这个佛陀啊，就是唯一的佛陀，升起这样的一种境界，而且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性的本来面目的认识呢，完全不像跟以前一样的啊，就什么这个我执烦恼啊，就这些都是没有的。人是性的这个什么这个绝空无二的这个本体的话呢，就是非常这个明了，就是只是这个无法言说而已，就非常亮了。而且通过这样的这个境界的话呢，那么就是对六道众生的这个悲心的话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强烈。自己相续当中没有什么这个世间八法的心，在那个时候呢，你摄受弟子的话呢，那么弟子的相续当中也一定会是有这个意义的啊，就是对得力的。如果自相续当中连出世间的基本的一些出离心和菩提心都是不具足，然后摄受就是成千上万个这个什么这个所谓的弟子的话呢，那只不过是大家是一个聚会而已。这种聚会的时候，恶趣当中也是相当多的，地狱也是非常多的，恶鬼也是非常多的。但是你作为这个主人的话，那就是作为一个上师的话呢，对他们相续是没有什么真实的这个利益。所以以前我们就是在历史上也是前辈的很多大德对自己的根本上是有不公的信心呢，实际上也是一种这个就是一种怎么说啊，就是从外在的这种方式来可以这个推断吧就推断。就是以前我记得上师如意宝有一次跟我们讲课的时候有一个小喇嘛，不知道他现在变成怎么样。当时可能我们很多老导游的就是比较记住，就是有一次我们演释迦牟尼佛的时候的，当时演那个小太子的，其实那个小孩子是年龄很高的，但看起来特别特别小，而且他就背诵能力特别强。有一次上师如意宝说，听说你背诵能力很强，就是会不会以后我圆寂完了以后的话，但是你经常想起我，就是你想起我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这个热泪盈眶啊，就是如果真的这样的话的那个时候呢，就是可以就是这个对别人这个讲经说法。当时我在这个旁边嘛，虽然是跟这个小孩子说的，因为小孩子特别特别小，当时我们演这个释迦牟尼佛天上天下唯独我尊，就那个小孩子就那个是很小的。但我当时觉得的话呢，就是是不是上师是指的是我们这个诸位就是当时我们就是有一群的话，那就是也是坐在这个上师这个法座下就是身边就是当时我们这个像就是一旦可能是也是不是对我们的一种这个教研。我还是那个记下来了，就是记下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话呢，就是可能就像那个大波瓦尊者，就是在弥勒日巴面前的时候呢，就是他的非常这个深深的教研，也可以说是以后呢，就是可以定位，就是这个人生或者说这个色素弟子的这个定位呢，他在这里呢，就是已经讲的就是特别清楚。我们在座的人也是这样的，有些人呢，就是就是来了这个学院以后，就是过了4个月以后马上剃度，就是剃完度以后，我可不可以先下去摄受弟子？就是今天剃度，明天去准备这个摄受弟子，就是好像摄受弟子的话呢，就是不能有头发，就没有头发就没有问题，就是有这样的想法。但其实这个具不具足这些功德，就是如果具足的话，我想按照弥勒日巴的教言，就是应该可以，就是当下就是或者是第2天就是下山，就是可以到各个城市里面去这个摄受很多很多的这个弟子也是可以的。因此，我们必须以慈悲菩提心为本，以闻思修行不想脱离而实修。因此，我们应该这个慈悲菩提心是这个基础就要清净的戒律，慈悲菩提心。然后呢，就是闻思修行，就是闻思修行呢，就是最好是不要这个脱离，就是有些是只强调就是闻思，就是不强调这个修行；有些是只强调修行而不强调闻思，就是这个是应该是个人的可能爱好是有差别的，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讲呢，还是闻思修行都需要就是都需要，就像释经论是在俱舍论里面所讲的一样。那是如果首先没有通过闻思断除正义，就不会就是懂得真正的这个实修就像以前萨迦班智达也是说过，无闻之修行如断臂攀岩就是没有这个通过闻法的这个修行的话呢，就是一个人就是没有这个树壁，就是然后你自己呢就是高攀，就是你自己呢就是攀
攀登那个就是大的这个高的这种这个山峰或者是岩石啊，就这是根本没办法的。你如果要爬山，我们这个国外的一些这个什么这个电影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电影的话呢，就是你要爬山的话呢，肯定是爬着，尤其是悬崖的话呢，就是肯定是用树来就是边这个抓着这个上面，就是慢慢上去。如果你连个树壁都没有的话呢，那可能是很困难的啊，就是很困难的，就是所以说就没有问和事的话呢，现在很多人刚刚就开始的时候就要修，就是什么基本的基础都是没有听过，就是那这样的话真的是文思不结合的话，就是非常这个困难的啊，就是文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相结合。所谓的文法端出正业，并不是只对浩瀚无垠种类众多的一切素质了如指掌，而且呢就是在这个着实短暂的一生当中呢，就是也不可能了知这一切素质法这个文法，就是尤其是我们真正要这个文思的话呢，就是对自己这个需要解脱的，通过智慧观察或者是上司这个要求，就是哪一个法呢，就是还是对你解脱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作为这个就文思的主修，文思的主要的法，否则的话呢，这个浩瀚如海的就这么多的这个所有的经论啊，就是所有的千经万论，全部都是你要短暂的一生当中这个学的话呢，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到对自己的修法，对自己修正法的初衷和所有修法正确无误一清二楚，并通过思维端出这个正义。那么就是说，所以我们在这个对自己所需要的，一定要端出轮回根本的这样的一部法呢，就是首先是通过这个文思来了解他的这个假性是怎么样，真心怎么样修，后性怎么样写，所有的这些问题呢，就是全部这个一清二楚啊，就端出这个一切正义。然后呢，就是一心一意的修持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定会是升起就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定解。我记得那个《大乘智印经》里面呢，就是《大乘智印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叫做是这个十方世界诸众生闻以思维真修作啊，就是真修作摧伏一切烦恼热如饮甘露心清凉啊，就是记得有这么一个校正，就是我很喜欢啊，就是这个原来那个国外的有一个英国的人，就是他说我很喜欢你们为我接近，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文思修行，就这个校正啊，就是我为什么这个说很喜欢呢？因为这里面就是整个我们这个修行的次第已经讲了，就是十方当中的这些有缘的众生的话呢，先应该要就是听说就是自己所需要的这个法，然后呢就是进行思维，完了以后呢就是开始这个修行啊。那这样的话呢，一定会是摧伏你相续当中的就是烦恼这个火热啊，就会这个。然后呢，就像我们喝了甘露一样的，就是就会得到这个清凉，会得到不可思议的这种如人饮水，宁乱自知啊。自己的是一定会是得到啊，就是没有闻思之前的这个心态跟闻思修行完了以后的这个心态呢，是这个截然不同啊，就截然不同。现在我们许多这个通过这个闻思以后呢，就是才对这个佛法升起真正的这个信心。这种信心也是不容易这个退转的，并不是甘心的信心啊。有些甘心的信心呢，就今天就是见到一个上师，见到一个佛尊的时候就感动的不得了啊，就磕头的时候的是把这个前爱的是趴在地板上，就是无数次就是靠着就一直到这个流血为止，就是过2天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以这个另眼相待，就是开始用另一种态度来就是蔑视。那这就叫做是展示的一种这个触动的，怎么说冲动的这个心啊。真正的这个逆心智慧和逆心信心的话呢，就不相同的啊，就是通过长期的闻思修行，最后在相续当中真正升起了就是不退转无为的这种信心啊，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所以说我们经常就是说是闻思修行不要脱离的原因也在这里。从前阿底峡尊者在涅槃的时候呢，有这个香军琼敦巴和还有这个琼敦巴，还有哈藏敦巴，有3位敦巴，
就是3位东巴。葛西呢，就是亲阿底峡尊者，就是江苏那个真阳的宗派，就是移民啊，就是让他这个阿底峡尊者讲这个移民。阿底峡尊者不知道，他不是印度那个，西方和东方都是最这个得力的这个班智达，就是肯定会动移民的，就是这个，肯定会动移民的。但是呢，他就并没有这个，特别，就是就好像就觉得是当时这个藏族人呢，就是可能不是这个移民的这个根基啊，就是他没有强调，就是。尊者说，无论是外道还是内道佛教，都有许许多多的宗派，但全部都是分别念连传起来的，不可胜数的这些分别念没有大的必要啊。就是说，这个移民呢，就是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确实是对很多这个智者来讲是还是很重要的。但不管是哪一个宗派的话呢，很多这个宗派呢，只是在这个辩论上，只是在一些词句上啊，就是很多这个分别念呢。就是有些这个个系的话呢，就是从小都是一直在辩论，就是到这个白发苍苍的时候呢，就还在辩论，就是然后就是那天我们有一次开这个佛教研讨会的时候也是说了，就是某某县呢，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好几个寺院的这些个系呢集聚在一起，就是大家这个辩论，就是开这个好多天的这个移民的辩论会。可是在这个寺院的外面的话呢，就是这个沙场上啊，就是有无数的这个众生呢，就是被这个造杀。可是那些人的话呢，从来都是没有到那边去就制止过这些屠杀，就是就有些这个年轻的这个学者呢，就是也提出这样尖锐的这个问题。的确也是你只是在这个飘在一些字面上啊，就是在移民上的话呢，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也不能啊，所有的学移民都是这样的，这样不能说，这是通过这个学习移民断除分别念，然后对释迦牟尼佛和对佛法升起信心的，这样也是有。但是每个上师的他的这个所说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所以在任何一个上师面前要听法的时候呢，主要懂得他的密意，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这个阿底峡尊者呢不一定特别反对移民，但是当场看的话呢，他就说这个人生呢就是转瞬即逝，如今归纳精华这个要义的时候啊，就是他说学习这些移民的话呢就不一定很重要，就是现在呢末法时代的时候还是要修行窍诀的时候要实修为主啊，就不要听这个释量论，是吧？那就不讲了嘛，对吧？然后那个什么那个香南琼敦格西呢，就是他这样说的，就是那么我们怎么该归纳这个精华的意义呢？尊者就是教会对他们就是说的，下面就是他就讲了大概是4个这个教言吧。对同等虚空界的一切众生呢，就是首先是发这个慈悲菩提心，就是这是一个窍诀，就是我们要所修的法的话，那就是这是一个。然后为了他们勤奋努力积累2种资粮，一个是发菩提心，第2个是积极进长，就是积累资粮。由此所发生的一切善根，所产生的一切善根，回向所有的众生，源于一切有情同获圆满菩提啊，就这是3个，就是我们这个通过发菩提心和通过这个积累资粮所产生的这些善根呢，就是回向给一切众生，然后回向给一切众生以后，自己与众生呢，就是一同就是圆满获得佛果，就是这是就是一个这个归纳的这个窍诀。还有呢，就是并且了知一切的这种这个法，就是自性为空性，在法相它的显现呢，就是如梦如幻，就这就是窍诀。就是所以如果我们去朝拜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话呢，就是因为阿底峡尊者这个当时是大人物啊，就是有时候是不是我们去见的话呢，就是也许就是见不到，就是而且如果见得到的话呢，阿底峡是刚刚从印度来的，就是然后现在我们个别的人去印度，就很快就把这个印度的有些语言学回来了，不然的话阿底峡的语言呢，就是跟他说汉语也不一定懂，说藏语呢就是也不一定，就是所以说语言上的沟通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就是加持上是就是他加持可以，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阿底峡是窍诀呢不一定，但是这里讲了4点这个窍诀啊，就所有的这些其他的这个
光文博学的话，对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有一定的困难。最好呢，就像我们其实这个修我们这个现在的大圆满前行里面的这个菩提心也讲了，积累资粮也讲了，回向给众生也讲了，然后呢就是讲一些空性法门，就是生意当中一切万法是空性的，世俗当中如梦如幻，这就是我们中观阴沉派的这个观点，就是一定要用这样的见解来设置的话，那所有的法都已经这个圆满了。所以的确也是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所有的法要圆满的话，有一定的困难。我都是在向大家就是一边呢就是端出正义方面，就是学一些中观的英明就这个还是有必要，尤其是年轻人来讲。但是大多数人来讲呢，就是好好的这个修加行，然后发愿这个往生这个极乐世界平时呢就是自己还是这个念诵就是行持一些善法，就是那这样的话呢，一生就是应该是有意义的。尤其是我们一天就是大家共同这样这个听法就一天有听法的话呢，我觉得当天都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前后的念诵文也好，就是中间的这个三根也好，就是全部回向给众生的话呢，我就有这种感觉，就一天没有课的那一天呢，好像觉得是虽然就是比较轻松一点，但是呢，好像今天就是没有实在的意义。有了课的话呢，虽然有一种压力，但是呢，总觉得是这今天还是很充实的，就是不管怎么样，一天这样的一堂课，一天就是跟大家一起念的普贤行愿品的话呢，今天是很有意义的，或者有意义的。我本人也是经常有这种感觉，就是所以我们呢，就是也是以这样的这个窍诀来这个行持。由此可见，我们如果不知道归纳修行的精华要义，那么表面上呢了解懂得晓得再多的话呢，就是结果也是不起到就是特别大的这个作用就是作用不是这个很大的，就是所以我们还是这个归纳净化，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昔日阿底峡尊者刚开始来到这个西藏的时候，当时大义寺仁钦宗波就是引请尊者就是到他的寺院去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仁钦宗波也叫做报现仪式，就是在我们这个藏地后弘期和前弘期有两个时期后弘期的话呢，就是这报现仪式，或者说这个仁钦宗波一直开始到这个现在之间的所有仪式所翻译出来的这些叫做是后译的就是前译的话呢，就是像那个这个报现仪式以上到这个荣颂班智道之间的这个翻译就叫做是前译，就是所以当时那个囊达嘛就是灭佛以后的话呢就再三的这个想办法阿底峡引请到这个藏地，阿底峡引请到藏地的时候，那个仁钦宗意思的话呢，就是好像在历史里面就是记得是80岁了，就是已经这个80多岁了。本来阿底峡尊者是这个他们之间是有24岁的这个差别吧，阿底峡尊者年轻就是。然后当时那个就阿底峡尊者见到仁钦宗我的时候，图发都是全部是白的，就是因为他翻译的非常多，就是当时在这个藏地来讲是有一定的这个威望，就是阿底峡刚开始见到他的时候也是特别欢喜，而且他就很流利的说一些印度语言。对阿底峡尊者来讲是来到这个藏地就是特别陌生，就是很多人的语言都是不像现在一样，就不同就是见到那个这个意思这个仁钦宗我的时候呢，就是非常这种这个感觉就特别好的。当时他们两个就是也是在这个寺院里面就是进行交谈，然后这个阿底峡尊者问这个意思你对这个诸如此类，比如说显宗密宗好多的这些次第法嘛，这个懂不懂，那个懂不懂，就是问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全部呢就是了解的如何一个一个这样这个并足以加以询问的时候，结果意思呢就是似乎就是无所不知的，全部都就给他一一的这个对答如流。在这个时候尊者非常的这种欢喜，就赞叹说道，非常稀有你这样的这个藏地有这么大的这个智者的话呢，我都不需要赖，就不是你们这个藏地说是现在什么那个前裔的很多高僧大德的已经这个圆寂了，其他的高僧大德也是没有，当时他们请求的人都是这样这个讲的，就是唯一的阿底峡尊者你来这个到我们这个藏国来弘扬，不然的话呢，现在我们藏地这个懂佛法的人也没有，如何的可怜呢，就是好多这个当时君臣呢就是在阿底峡尊者面前哭，最后的话呢不得不来，但来到藏地以后呢，他觉得是那么了不起的，就是全部这个仙教密宗全部精通的人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就是我来吧，就是当时这样说的。然后
就是，然后那个阿底峡尊者呢，就是有紧接着这个问啊，就是那么你诵读到的这些法是，如果在一个坐垫上这个修的话，那该如何修持这一切法？那个时候呢，就是仁庆宗我意思就是说，那应该是遵照就是各个宗派所讲的那样去修吧，就是他就不知道这个归纳巧诀，就是他自己也是在这个寺院里面有3层殿，就是然后上午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小乘殿里面就是开始修小乘的本尊，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呢，就是大乘这个显宗的一些本尊就是修，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就是密乘殿在最上面，就是然后到那里去修，就回来呢，就是阿底峡尊者也是观察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修行状况的话呢，就这个说了，就是很这个悲伤的，就是说啊，就是意思你搞错了，就是看来我还是有必要来这个藏地，因为你的这种这个大的问题上呢，就是如果你先从这个修那个修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是这个就今天就是一会儿就是念这个修一修，然后这个本尊可能不高兴，就是我念文殊吧，就是我念文殊100遍，还有可能观音菩萨等着我，还念观音菩萨，就刚才可能金刚萨埵可能会生气吧，我还修个金刚萨埵吧，还有释迦牟尼佛，就一直这个每一个本尊就是他们都是就不会就是观为这个一体啊，就像我们修上师瑜伽的话呢，所有的这个十方这个诸佛菩萨就是跟这个上师无二无别的，这样的话呢，你修一个本尊的时候，其他本尊呢就是融为一体，而这个显宗法和密宗法最究竟呢，全部都是一体的。但是我们如果不懂得的话呢，其实这个是说实话，就是在这个汉地来讲呢，很多人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如今有很多我们就是经常遇到一些寺院的所谓的一些大德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对佛教自己是非常精通的人的话呢，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的话呢，修这个修那个，就是而且呢，把这些本尊也是就认为是真正的一些自相的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一样文殊菩萨就是可能开心吧，我今天给他供了多少这个观音菩萨应该开心吧，不过我今天可能是就是得罪了某某本尊，就是因为我今天没有来得及供他。那这样的话，很多就是把这个本尊呢，就是视为这个就凡夫制，就是有这个过程。还有呢，就是各教各派的这些真正的这个道理呢，就是不会这个融入一体，或者以巧诀形式的方式来这个修持，就是所以当时呢，就是他说我还是有必要就是来到这里。阿底峡尊者呢认为还是有必要来到这里，然后意思就是问就是那么怎么这个修行呢？就是我一层一层的不修的话，那就是那怎么修会不会混乱了？就怎么修啊？后来就是尊者指点，就是应当将一切法归为一个要诀来这个修持就要么有上师瑜伽，要么有一切都是显发菩提心。然后呢，就是用一个仪轨，这个仪轨的本尊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法的这个那么我们一个法当中呢，出离心和菩提心和刚才那个无二会呢，就是全部也可以一起修，就是并不是完全都是一种分开的，这是非常关键的。哪怕是我们修一个上师瑜伽的话呢，就是其实是很多的这个本尊的这种这个根本就是应该是可以这个修的以前的很多特别殊胜的这个巧诀当中的话呢，我们就是单独念一个相互仪轨就不需要的其实比如说你这个念那个上师或者是你那个对上师的这个信心呢一直保持的话呢，噶当派的很多教言里面都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所有的这些末宗84000这个末宗的话呢，他们的每一个末宗呢，就是都有自己的这个这种心命的这个咒语，这些咒语的这个要害的话呢，就是全部是你刚才观想这个上师或者对上师的信心当中呢，就是把它已经摄住了就是把它摄住了，他们都不能动摇。所以一个人对上师坚定不移信心的人来讲，是前往某种也是不能这个害的。那这些都是巧诀性的，如果你不懂这个巧诀的话呢，的确也是这个修行起来就是相当这个困难的，修什么法的就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这里也讲了，就是应该就是用这个归纳性的这个巧诀就是来这个修行，就是这样。可见我们必须要了知上师所传授的巧诀的基础上总结修行的要点来修持。即使清清楚楚的认识到这一点，但如果没有实地修持的话呢，就是也无济于事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修持的话呢，就是没有什么用的。弥勒日巴尊者以前也是亲口说的，就像是这个
饥饿的人呢，就是仅仅听到食物是还是不能足够的，必须要去使用。同样的，仅仅了知这个佛法呢，就是还是不用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必须要去这个实地修持就是一定要通过这个实地来这个修持，实地来修持的话呢，就是才能得到真实的这个作用。否则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这个起不到作用就约等三摩经当中呢，就是也有很好的一个就是校正就是说是我今为汝无量说，若于此法就若于此法若不行，就是如果你对这个法呢就是没有修行的话呢，那是什么呀？若人遂持量妙药于子生病什么于子生病呢？就是不对治于子生病不对治，可能这个意思吧，不能治还是什么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就是我释迦牟尼佛说，我给你们已经讲了这个无量的这个法门就是我无量的这个法门，但是如果你对这个法没有修行的话呢就是不可能就是让你获得这个解脱的相当于是一个人呢，就是他书里面拉着就是特别好的这个妙药就特别好的妙药，但是你这个药呢，就是应该要自己服用，就是如果你没有用的话呢，那么你的这个身体的疾病呢，就是不能对治的，不可能就是治好的，就是不可能治好的。所以我们仅仅是听了这个法还是不行的，要这个修持，仅仅是思维一下还是不行的，一定要在相续当中去。其实一个人通过这个修行的这种这个感觉跟就是没有修行的感觉呢，就是完全都是不相同的。比如说我们简单讲这个发菩提心的话呢，我们理论上谁都会这样说，但是真正去修的人呢就是这个相续呢，就是完全就是很跳入的，它真的就是会帮助众生的。如果你根本没有修，光是口头上的话呢，说的时候很漂亮，但实际上呢，你不一定去信持，就是即使信持的过程当中遇到一点点的违缘呢，你会这个退缩的就会这样的。所以还是要这个修行很重要。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对治自相续当中的烦恼或者弥勒日巴尊者也是以前说过，世人常言饮食好与佛，观其面色方知晓世间有这样的这个说法，你吃的好不好呢？就是看你的这个面色，看你的气色就知道。有些是红光面貌，就是那肯定就是吃的特别好，就是又胖又这个有些是这个一看的时候就肯定吃的不好，就是就是有瘦就是有这个好像那个好长时间都是没有吃过饭一样的，就是看起来眼睛都是睁不开，就是然后听法的时候一点精神都是没有的，脸色也不太好，就是那这种人的话呢就看看就是你这个一看都知道，我们一看都是哇，这个人肯定是就是吃的特别好，就是那可是不是在这个悄悄的吃肉就是有我们学院现在成立了一个素食学会，就吃素必须强调喇嘛当中。然后前一段时间学院里面可能现在大概是可能吃荤的非常少，就是现在在喇嘛当中，九牧里面还没有就听说，因为他们这个学会还是比较庞大，就是他们可能20几个人，就是挨家挨户的去问，就是你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有一个人回答说：“你们这样的这个行为呢，就是非常的感人，很佩服，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运动，就是所以我不得不说这个吃素，不然都不好意思。”因为20多个人来问，就是你到底是这个所以其实很好的，就是确实以前藏地的这个历史上的话呢，出家人当中就不吃就怎么说，这吃肉的比较多，就是这是对藏传佛教来讲呢，还是影响很坏的，就是应该说我们也是经常这个强调，就是要求就是到这个到藏地以后呢，不要这个学会吃肉就回去了，就是这样不好。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很多这个藏地的高僧大德到汉地去弘扬佛法的时候呢，应该这个弘扬素食精神，就是一直这样强调。那现在就是很多人就是越来越对，我都前2天就是跟他们说，
既然这个术士学会要成立的话呢，我们应该每一年的11月25号是这个国际术士日，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可能要让他们就是真正这个成立的话，那就是可能各方面就是很好啊，就各方面很好，也会可能希望呢，就是这样的这种运动呢，就是搞得就是越来越轰轰烈烈。我们这个金刚项目组这边呢，就是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这是我们早已经这个各方面来，就是大家都非常这个配合啊，就是很好，然后从这个脸色上也是看得出来，真的这样的，大家，怎么说啊？下面就是讲对治烦恼自为啊，就是什么，在哪？对，同样的就是佛法东道与否呢，就是修心就是好不好呢？看他就是能不能对治我执烦恼，就可以知道啊。一个人我执特别重，烦恼特别重的话，修心绝对不好的，就看脸色一样的，就是看他吃的好不好呢，就是脸色就知道了。看这个人这个修行的好不好呢？看这个人的我执重不重，烦恼重不重。烦恼特别重的话，那肯定修行不好，就是他自己装的多少个，每天都是跟本尊这个人与人一样，这个交谈的话，那肯定不是本尊，就是不多啊。葛西也是曾经问中东巴尊者，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是什么？中东巴葛西告诉他，对治烦恼则为法，就不能对治烦恼呢，就是非法，就是这个很简单的。能对治的话呢，这是佛法；不能对治就非法。不随顺世间则为法，随顺世间则为非法。就是我们跟世间就是人啊，就是那天都是做这个贪嗔痴啊，就或者是相负敌人啊，就是搞什么这个经济啊，这样那样的这个事的话呢，就是反复世间人整天都是搞这些，随顺他们是肯定是非法的。然后不随顺就这些自己认真的去修行呢，这个就叫做是这个正法啊，就是符合经论则为法，不符合经论则为非法。结果是为善是正法，结果为恶呢就是即非法啊，就是所作所为的是符合这个三藏这个12部经论、12部经典，那这是这个正法的。如果不符合经教的话，那不管是做的再好，也实际上是非法的。还有呢，就这就是事情的这个结果啊，后果就是如果是好，对众生有利的话，这是这个善法；对众生和自己都是没有利的话，那这是这个非法。所以阿底峡尊者也是回答，中统巴尊者就这样回答的。还有这个阿舍利就是济公啊，也是这样说过：诚心因果，不许是下根者的正见，真无内外诸法，显空、觉空、双运是中根者的见解，真无所见能见，所证智慧三者无二无别，是上根者的见解啊。从见解方面的话，那就是有上中下三根啊，就上中下三根。一般来讲，因果不虚啊，就是确实存在的话呢，这是一个小乘的这种下根者的这个见解。现在很多人都是好像没有这个见解啊，就非常可怕的。我们佛教徒当中也是有些人还是这个称怀疑的，就是然后一切诸法都是这个显空无二，就是这样的境界的话，那就是中根者。然后已经证悟了，就是显空无二的执着也是没有，能见所见全部就是融入一体的，这种叫做是上根者的见解。安住于意愿等持是下根者的正学，安住于四种双运等持中是中根者的正学。无有能修所修，这个还有感受三者于无缘当中安住，这是上根者的正修啊。修行也是分三个，就安住这个意愿呢，什么都不执着，就是住好长时间，就是一天都是不吃饭，一直这个家父坐着，就是坐着旁边的是那个房子垮了的是也就不理不睬的，就是这种人是下根者的这个正修，就是你光是这样坐着也不一定是非常好的。然后安住于就是明空这个无二和刚才具空无二的四种双运的境界当中，这是正修者的。然后真正的上根者的这种修行的话，那就是无有能所说啊、感说啊，什么都是没有的。最后是真正就像禅定修习里面所讲的那样的，就是入于这种本来的这种法界信心光明当中，就是这种叫做是这个上根者的这个正修。然后这个行为呢也有分三种，趋色因果入户言足是下根者，就趋色因果特别重要。就像小陈一样，念这个走路的时候都是不踩这个什么这个虫啊。
啊，就是特别特别注意。现在有些学律宗的，就是学一些就是有一些这个小乘的一些，就是包括有些现在的一些高僧大德，在行为上是应该是这样做，就是因果方面特别特别注意的。这是其实这个下根者的一个行为。然而诸法如梦如幻的境界，而行为就是一切都是如梦如幻，就是根本没有任何是者的，这是中根者的行为。无有一切所行者，即是上根者的行为啊，就这是大圆满当中也是讲的，就是远离了一切能行所行的，就这样的一种行为。然我之烦恼分别等日渐去减少，是上中下根者的真实乱象。就是最后还是要就主要是引用这个地方啊，他讲中而言之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我执和烦恼啊，分别呢就是越来越少的话呢，这是上根、中根、下根者的这个真实修行的乱象啊，就是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成就相。现在很多人都是哇，就外面有没有发光啊，就是开始拿无数个照相机啪啪啪啪，那这些乱象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其实太阳有光芒，就只是有这个就有光也可以，没有光也可以，就是然后有些人那个就是对这个光很重视，有些人对彩虹很重视，有些人呢就是对这个外面就是听到这个什么声音啊等等等，但这些都是我觉得是就是不一定这个修行的这个最重要的什么？我们每个人自己观察自己修行有没有成就相？有成就相的话呢，原来就是几个月前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贪嗔痴就是非常严重的。然后现在呢，就是通过修行逐渐就是已经减少了烦恼，减少了我执啊。原来别人稍微说你的时候的时候，你就爆发雷霆，就是特别脾气不好。而现在呢，好像说到你的事，就是好像这跟这个诽谤师徒一样的，就无所谓的感觉哦，那自己觉得是我还是这个有一些成就相，虽然这个成就相呢，就你拍下来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不一定拍得下来，但实际上呢，就是自己也知道啊，就是我现在真的是有一些成就相，就这样。然后别人也是这样的，别人有没有成就相呢？你可以看到别人的我执减少没有，别人的烦恼就是减轻了没有，就这个是上中下，就上等人也是这样的，中等人也是这样的，下等人也是这样的，全部都共同的这个成就乱象，这是对我们来讲。还是经常就是需要时时观察啊。无等大波啊，在这个僧道如意宝当中的话呢，也是与此这个相同的。我们上师如意宝的话呢，也是就是经常就是讲这个，他的很多的这个教言当中的话呢，也是这样讲的。最根本的就是减少这个我执烦恼啊，就我执烦恼减少的时候呢，就是不管是外面就是怎么样说，就实际上是这是真的有所这个成就啊。因此我们修菩提心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有些人呢真的是以前就是自私自利的心特别特别重，但后来就是大乘佛教的这个加持吧，就是通过自己的这种长期传习的这种力量啊，然后这样的因缘具足以后的话呢，到一定的时候，好像不管是对自己的身体、名声、财富，就是这些都是好像觉得是就是无所谓的，就是别人说我也好，别人就是打我也好，就是这个是没有什么的。但最关键的就是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明是你的这个成就的相呢，别人不一定能看得到的，但实际上是的确是有所进步的这一点呢在座的各位就是很多人都是应该在这个在自己修行这个漫长的道路当中的话呢，一定要就是记住就是记住就是这个因此我们在闻法的时候就必须要了知归纳精华要义，就是所以我们闻法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懂到就是有些最关键的，我原来也讲过，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如菩萨行论大圆满前行巧觉宝藏论就个别的有些论点的话呢，至少也是每天都是能不能就是翻几篇就是看一看，就是这是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窍诀，当然是你如果是就是有一两部法就完全就是作为自己众生的像那个一修本尊一样来对待的，这样也是这个很好的就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就是你要有一种归纳性的最可贵的最重要的几个法呢，就是终身的是不能离开的，就是一定要修，无论是到哪里就并不是说因为我在拉拢的时候呢，就是跟拉拢的几个念诵法呢，就是念一念，然后到另外一个寺院的时候这里的念诵法就是念一念，所以根本没有
什么这个定准的，这种人呢，就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就整天的是就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就是最后不会有就真实的一种这个成功啊，就成功。所以我们在这个所有的这些就是法当中呢，就是自己要去除个别的一些法。就确实，就我本人的话呢，就是以前那个20年前的所念诵的呢，我现在也是一直在念，就是以后的话可能也许有一些增加，就是在死之前就是不会这个减少的，就是这是已经定完了的。20年前就是我现在念的这些经的话呢，就是现在也在念就是说实话。然后20年前看的这些书的话呢，我还是在这个看。20年前的我的主要的一些这个什么这个本尊就是然后这些的话呢，就是现在也是这样的这并不是说我炫耀我如何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希望你们既然就个别人就是在我面前听法的话呢，就是有些地方呢可能不一定就非要这样做，但是需要就值得借鉴和思考，就是否则的话，我们现在有些人的话呢就是几天当中就是换一个这个法本，就是几天当中呢就是换一种这个新的这种这个口味，就是那这样的话换来换去，就是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有多少次这个机会所以无光尊者也是这样讲的，他说所知犹如空中星，所学之事无止境就这些所知的这种知识的话呢，就像空中的星星繁星一样的，你要这个学习全部这个完毕的话，那就是在这个无边无际的就是短暂的人生当中根本没有办法的。尽求法生净化业，必至无边至间谍。那么即生短暂的人生当中一定要求到就是像大的圆满那样的这个净化的这个意义，通过这种修法呢，就一定要到达就是普贤如来的这个果位即生当中这个成就就是无有改变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真正的就是解脱地就是解脱地。在思维的时候应当断除一切正业，就像印度帕丹巴三界所说的那样，寻找上师之教授时应如木要寻觅食物一般。闻法是应该像耶稣闻声一样的，修行是要把应该像那个让人品味一样。思维的时候呢，就是像北方人这个见羊毛一样的。得过的时候呢，就像是这个云就是云散日出一样的，所以这个比喻呢，就是也是华佗仁波切用了很精致。然后那个首先就好像每一个用法有点不同，就是第一个是寻找上师的时候呢，寻找上师的教诀的时候呢，就是到处去寻找，就像这个摇引的话呢，比这个引灸还小一点的，就是这个就一般就那个的话呢，就是到处都去，因为它就像那个抓一些小的这个麻雀就这些，它一直没有得到之前，到处飞来飞去，一点都是不停就是它一点都是不会停的，它只是中间用自己的翅膀，就是然后它就我们经常放牛的时候说是他在大挂，就是然后他就这样就做，然后就是就知道发现就是这边有可以撒得到这个小鸟去，然后往这边飞过去，然后到这里又开始大挂，就是然后又往这边飞过去。这样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它一点都是不停。所以我们寻找上师教言的时候呢，就先应该去到处去寻找，就是哪里有上师的教言，这里去哪里去，就是然后得到上师之后的话呢，就是那个时候不能随便跑了，就是像耶稣那个就是听闻这个什么那个琵琶的这个声音一样的。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的，闻法的时候到处跑，就是首先呢就是一直这个就直接就是他不观察，就是去一个地方，然后闻法的时候就是正在听课的时候就是断传承，又把这里去又把那里去，就是然后可能这个比喻搞错了，现在很多人修行是要修行的时候呢，就是最后那个这个要不要吃那个什么这个糖就这个时候他自己感觉到完全明白，就是所以真正得出就是这个结果，就是自己完全你修空性的话呢，空性的味道要品尝的；修出离心呢，出离心应该要这个修出来。思维的时候呢，就是像北方人见样嘛一样，就是一字不漏的然后得过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完全从那个太阳就是云里面出来一样，谁的就是遮挡不了一样，就是需要这样的。我们必须要做到闻思修行不相脱离。无等大般仁波切也说了，闻思修行互不错乱就是齐头并进如是无我的这个要就是无我的要诀。我们这个闻思修行呢，就是不要这个脱离，就是一直是应该这个有闻法有这个修行。其实这样我觉得一辈子还是这个修也是每天都是可以修，然后闻法也是每天都是闻一点
可以。不然的话，有些人说我现在已经问了一部论点，我现在去修去了，2-3天的是去修了，就是后来就是有不修有不问，就是然后呢完全成了世俗人，就这样的人太多了，就是在我的这个心目当中的时候，起码要数无数个人。得成就的人，得修行好的人呢，也是有无数个人，就是应该是从公正的、客观的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们必须要明确的，就是说这个闻思修行的结果，必须要达到慈悲菩提心日益增长。我这烦恼呢，就是日益这个减弱的目的，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所修的目的，就是这样的。发菩提心的这一引导的话呢，是一切正法的精髓，一切圣道的要义，是有则必足，无则不可的法就真正是这个菩提心的话呢，是一切释迦牟尼佛的84000法门的这个精髓体活，让一切的这种大乘小乘的这个圣道就是神道的这个境业，有了这个菩提心的话呢，就是一切都是具足的；没有这个菩提心的话呢，就是一切都是没有的。哪怕是你相续当中升起一刹那的这种这个境界的话呢，就是他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就像佛说这个大乘诸法永忘经里面也是讲过就怎么说的呢？就是积发菩提心，所得福德具就是发菩提心以后所得到的福德的积聚呢，余成积少分，不可得计量，就是得到的这个少分你像这个成熟少分的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无边无际的就是无边无际的，就是没办法这个衡量的或者说是这个若发菩提心，就是若有其心像大海虚空尽，此等也不容吧，就是不容，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校正。发菩提心就这样的，我们不局限在似是而非、似动非动的第一步，而诚心诚意修持这一点相当这个重要的就我们一定要就把菩提心就是修好，就是这是一切的要诀。最后呢，就是华智仁波切对这个引导文的有个总结虽发圣心，然却未生气；虽学六度，然却即是也。我也若于此足有情，修成生菩提心起加持，就是说虽然已经发了殊胜的菩提心，但是呢，因为自己的烦恼业障再加上是各方面的这个违缘确实是相续当中没有升起来无为的这个菩提心。虽然已经学了这个不适当六度这个万行，但是因为自己修得特别不好的原因还是存在着自私自利的这个心就华智仁波切呢，就是很谦虚的，就是说我和这个像我这样的这个愚痴众生的话呢，在这个世界当中也是比比皆是，就是非常这个可怜。所以愿他们呢，就是一定要就是修成就是特别殊胜的这个菩提心。要修成这样的菩提心的话，一定需要就是释放这个诸佛菩萨和还有这个传承上师和空行护法的这个加持护佑。他们的经常的这个淬炼，就是只有这样呢，就是才能这个修的就是非常这个圆满。所以呢也是通过这个就是祈求这个圣者的这个加持和就是提醒我们每个人呢，就是要认识自己的这个过错的同时呢，一定要就是发这个殊胜这个无上的这个菩提心，就是这个意思。诸道之根本，就是发大乘菩提心之引导中。这个已经圆满了Sonam dei tamse thobanya tonne de jana pase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zonen droa droa bandar gara badna sadar da bandar gara badna sadar bandar gara badna sadar da